各位师长、各位医疗同仁，还有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台大医院内科教授盛望辉。那今天跟各位来报告有关于 COVID-19 武汉肺炎感染的治疗、诊断以及感染管制。那这是目前到2月25号流行的一个状况，全球有超过8万个确定的病例数。那死亡的病例数是2698位，全球的致死率在3.4%。那除了武汉地区以外，那在其他国家的一个致死率相对来讲比较低，约略是在0.3%。那目前有36个国家受到有武汉肺炎的确诊的个案。那在国内总共目前是有30名确诊的个案。那其中也包括了有3个可能跟家族群聚相关的一个案件。整体来讲，在台湾防疫的体系相当健全，以及在检疫隔离的措施之下，那我们国内的疫情控制还算是相当的良好的。那这只是根据疫情，那我们在指挥中心，那说随时会有针对于医疗人员法定传染病通报的流行地区的分级，以及在国人有关于武汉肺炎旅游疫情的一个建议，作为安排行程的一个参考。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洲附近的国家，包括中国大陆、港澳跟韩国，目前在旅游警示都已经列在第3级的警告，而日本、新加坡是列于第2级。那其他包括像泰国、伊朗或者是意大利，也都开始列为第1级注意的一个地区。那这个随时会按照疫情来作为一个调整。那除了在社区的检疫隔离以外，那如何减少在医院里面发生可能的病例，造成群聚感染，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在社区的监测跟医院的一个个案管理，包括及早来发现疑似的这个个案。那在医疗人员面对于病人，如果有发烧或者是疑似感染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病人，必须要确定询问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以及有没有相关周遭人员有类似的症状，那并且做一个记录跟交班。那根据在 Lancet 2020年的一个报告，那这个冠状病毒目前还不断的在演化中。在这篇报告里面，那他们也发现新型的冠状病毒它的一个序列79%跟过去我们知道的 SARS 冠状病毒是一致的。那有50%跟中东呼吸症候群的冠状病毒是一致的。所以这里也可以知道，这个新型冠状的一个病毒目前是已经可以有效的人传人，而且也是借由过去在 SARS 呼吸道的一个接受器进入人体，而导致严重肺炎等等相关的一个症状的一个产生。那这个是相关的一个基因的序列图。那红色的部分就是这一次在2019武汉冠状病毒的一个序列。我们可以看到它跟过去的一个冠状病毒是有非常类似的一个地方。那临床的表现，根据下面有3篇针对于需要住院的中重度的一个病人的一个文献的一个发表。那有超过60%以上，大部分的一个患者，他是有发烧、咳嗽、全身倦怠。那大约会有30%的患者，他会有呼吸急促。那少部分是包括像肌肉酸痛、头痛、喉咙痛，或者是腹泻等等的这个症状。那随着报告的案例数增加，那目前也知道会有至少2%到3%的个案是属于轻微或者是无症状的一个感染。那在这几篇有关于住院病人的一个报告，年龄的中位数是50岁，那有超过1半的一个患者是有潜在性的系统性的疾病，包括慢性的心肺疾病或者是糖尿病。那儿童的感染的案件相对来讲是很少的。那如果是在实验室抽血的一个检查，那我们可以注意到，大部分的患者血液里面的白血球总数是不高，那甚至会是比较低的一个状况。那比较明显值得注意的是，
淋巴球的绝对数会有减少的状况，特别是如果重症一旦开始要发生，淋巴球数减少的速度就会加速，那甚至也会出现白血球增高，那这也是因为有2度的一个细菌感染，以及会有全身发炎反应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实验室看到会有肝肾功能的损伤，或者是凝血功能延长，或者是 LDH 酵素的一个增加。就于影像学来讲，约有60%的病人在胸部 X 光可以看到浸润，包括单侧或者是双侧的一个浸润。如果是做胸部的电脑断层检查，会有80%可以出现毛玻璃状的一个病灶。那目前在胸部的电脑断层检查也是被认为诊出率比较高的一个影像学。那跟过去的冠状病毒感染比较不一样，就是在新型的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一个病程，在住院之后的第2周，如果是会转成中重度的一个情形，它会在第8天左右开始病程会变严重。那这一类的病人约略有30%的个案会发展成急性呼吸道窘迫症，那大概有2/3住院中重度的病人可能会需要加护病房的一个监测诊治。那特别是发生在年老的病人、慢性疾病，像是糖尿病、高血压跟心血管的这个患者，那在重症的一个发生，会有心律不整跟血压下降休克的一个并发症。所以整体来讲，如果是在因为肺炎需要住院而发展到中重度的一个个案，它的死亡率约略是在15%。这是在这一篇的一个报告。那在住院前7天，病人可能是轻微或者是症状不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是一旦会发展到重症，在第8天，病人就开始会出现有呼吸困难、急性呼吸窘迫症，甚至需要去加护病房做一个监测跟诊疗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在2020年有报告有家族群聚的一个情形，那目前已经知道它是可以有效的造成群聚的一个感染。那同样的，在这4位患者的一个胸部电脑断层，那各位都可以看到有单侧或者是双侧的一个浸润，特别是毛玻璃状的一个表现，这是典型的一个病毒性肺炎的一个胸部电脑断层的一个结果。那有关于治疗的部分，那在美国的第1位冠状病毒、新型武汉肺炎等等的这个治疗，我们可以看到，在左边的这张 X 光片是病人在住院的时候，那当时 X 光片是正常。那在右边各位可以看到，在住院第5天，也就是病程的第9天，那你可以看到在2侧下叶，特别是在左侧开始有出现肺炎的状况。那在美国的第1例，那他们是在住院第7天，在病人有发高烧到39°C的时候，开始使用过去在抗伊波拉病毒的一个药叫 Remdesivir。那结果发现这个药物它对于临床的治疗是相当的有效。那在治疗隔1天，体温就开始慢慢降低。那这个药物目前也是被认为可以来治疗武汉肺炎的其中的一个药物之一。另外，除了抗病毒的药物，有些免疫的调节抑制剂也可以治疗相对引发的免疫的一个全身性的一个反应。那这个是在2020年的 Cell Research， 那它是使用 Remdesivir 加上一个目前在抗疟疾也有抗发炎的一个抗免疫的一个药物 Chloroquine。那两者在实验室上面可以注意到，病毒的一个抑制会有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那所以在各位我们的医疗人员跟学员也可以参考在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在2020年2月16号第3版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处置的一个指引。那这个指引也是参考目前在 WHO 所公告的一个指引的一个治疗。那这份指引并非是来替代临床诊断或者是专家意见，而是强化我们在临床处理的一个最新建议。那在这个建议里面，必须要逐案来评估可能治疗的效益跟风险。
打勾的部分是建议事项，就是这个处置是有益，而且是强烈建议，目前是一个已知最佳的处置方式。打叉的部分是不建议的事项，被认为目前的一个实证是有害的。惊叹号的部分是可考虑的事项，该项的处置可能对于患者部分是有益，当然这个必须要视情况而定。首先，在治疗跟监控病情的一个变化的部分，那必须要能够及早的一个监控。那包括立即对于呼吸窘迫，或者是低血氧，或者是休克的病人，给予适当的氧气治疗以及输液。如果患者没有休克的这个证据，那目前建议是采取比较保守性的一个输液疗法。原因是因为在严重的一个病毒性肺炎，血管的通透度会增加，而导致可能出现肺水肿以及氧合度的一个下降。因此，在目前治疗武汉肺炎是建议采取比较保守性的一个输液的治疗。当然，对于临床比较严重的患者，可以在评估之后给予适当的经验性的抗生素，这可以参考我们目前台湾的肺炎治疗准则。值得注意的是，在治疗的部分，除非有特殊的原因，目前的实证是建议不要常规给予全身性的皮质类固醇来做这个治疗。那一旦我们在密切监测患者，如果有出现症状恶化的一个迹象，像是呼吸衰竭或者是败血症，那必须要采取立刻的一个支持性的一个疗法。那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在我们对于治疗跟处置这些高危险性的一个呼吸道传染疾病，尽量要避免使用nebulizer 等等器物式的一个治疗，可以改用干粉或者是 MDI 的方式。另外，也不建议常规来使用非侵袭性的呼吸器，像是 BiPAP 或者是高流量的鼻导管给氧，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器物而有病毒颗粒散播的风险。有关于呼吸器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使用建议，那在插管的时候，应该要有经验丰富而且有接受过训练的一个人员来做这个进行。那最好在医院能够有专业的人员来随时可能针对于这些病人来辅助，作为一个插管的一个预备。那在抽痰的部分，建议使用密闭式的抽痰管，而且如果需要在断开呼吸管路连接的时候，要记得要夹住气管的一个导管，以免病毒的一个散播。那此外，在呼吸器的一个设定，建议使用比较低的一个潮气量，以及比较低的一个吸气压力。如果是一个重度的患者，可以使用俯卧式的一个通气。那对于中度或重度的一个呼吸衰竭的个案，那这时候可以把 PEEP 调高，那不建议来常规使用神经的一个肌肉的一个阻断力。是否要使用 ECMO， 那这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医疗团队来进行评估。其他有关于预防并发症相关的一个介入措施，那这跟我们目前在推行的感染管制组合式照护是一致的，包括减少不必要的呼吸器的一个使用，减少相关的镇定剂的连续持续使用，以来评估病人可能自行呼吸的可能性。那第二个就是呼吸器肺炎相关的组合式照顾，包括头部摇高，使用密闭式的抽痰系统，定期清理管路松的一个凝结水。那如果是在我们成年跟青少年的插管，尽量使用经口的一个插管的一个方式。在减少导管相关血流感染的部分，那也是每日来评估可以移除导管的可能性。另外，减少压疮以及减少压力性溃疡跟肠胃道出血，都是可以预防这类肺炎并发症的一个相关的介入措施。那有关于呼吸道的一个检体，那应该要在负压的隔离病室，而且人员在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之下来进行检体的收集，并且要有依据送验的规定来做检体包装以及送验。如果对于确诊的住院的一个患者，
目前建议是2到4天来收集上下呼吸道的一个检体，来检视病毒是否已经清除。如果已经出现阴性的结果，可以每2天来采检，直到病人症状缓解，而且连续至少24小时间隔2次的呼吸道检体阴性，才可以解除隔离。那这是在目前疾病管制署建议在确诊个案的检验的一个频率以及项目的一个追踪。那在这里要提醒，在医疗人员在面对于武汉肺炎的病人的一个诊治，要谨慎考虑需要采集的一个项目，而且避免多次的重复进出。最后，在有关于治疗部分，那目前并没有研究的证据来支持任何的抗病毒的一个治疗。好，那包括目前可以使用的药物 Ribavirin、Lopinavir、Ritonavir、Remdesivir、干扰素等等。那目前已经在国内外有相关的临床试验在准备以及在进行中。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参考在 WHO 的一个临床的表现分类。如果有严重的肺炎，或者是有发生疾病呼吸窘迫的症候群的一个患者，在发病内的10天内给予治疗。台湾的疾病管制署目前建议可以考虑使用的药物，包括 Lopinavir、Ritonavir 2颗 BID， 或者是有合并 Interferon Beta 来作为一个诊治。那一直到患者的连续2次的呼吸道检体阴性为止。好，那它的疗程最多是14天，所以这是目前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建议。对于其他的支持性的一个疗法，那跟我们一般在处理成人跟儿童的败血性休克是一致的。如果是一个败血性休克，在处理成人败血性休克时，可以在前跟3个小时注入每公斤30 ml 的一个等张的晶体溶液。那儿童败血性的休克可以每公斤20 mg 的一个推注剂量，并且在前1个小时再给予 fluid。那我们在输液的治疗可能会导致容积的过度的负荷，而使得氧合度下降，包括引起呼吸衰竭。因此，在输液治疗必须要审慎考虑。那如果说我们使用输液之后仍然有休克的状况，这时候可以适当的使用升血压的药物，它的血压的治疗目标是成人在平均的动脉压在65毫米汞柱。如果在透过输液跟升压药有达到了血压升高的一个目标，但是还是有心脏功能的障碍的迹象，或者是组织的一个灌流不全，这时候可以考虑强心的药物，如 Dobutamine 来治疗。那在第3个部分要报告有关于在武汉肺炎的一个感染管制措施。那这跟我们过去一般常规的感染管制措施是没有不一样的，包括标准的隔离防护措施、飞沫以及接触的一个传染的一个防护措施。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加入像空气感染的防护，并且来落实呼吸道的卫生以及咳嗽的礼节。这个部分约略可以分成3个策略。那首先是行政的策略，包括在医院里面安排病人的适当安置以及分流，在工作人员的体温监测跟健康管理，以及教育训练以及宣导。在工程环境的部分，必须要注意有合适的负压隔离病室，而且有一定的换气通风量。在医疗的器械跟环境也都要做到有效的消毒。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废弃物的处理，以避免环境的污染。在个人的防护设备，那必须工作人员要熟知个人防护装备的一个存放位置，而且要正确使用。那特别在医疗院所，必须要注意到物资的储备量。那人员也应该配合防护装备的正确穿戴，以及手部卫生的落实。这是在2010年由严慕庸院长针对于在当年在 SARS 病人急诊可能造成群突发的一个预防方式的一个建议。
从这个表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急诊的动线安排，包括发烧的病人的筛检分流，以及在有群突发社区发生的时候，考虑设置户外的发烧筛检。在医疗的人员必须要能够有体温的监测、手部卫生的检视，以及有充足的洗手设施跟单人隔离病室。另外，也要建立好转送的流程以及群突发处理的一个流程，供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来做参考。这是台大医院目前在门急诊病人分流，以急诊减伤感染的病人处理流程来当做一个例子。在所有的病人都必须要来询问有关于旅游史、接触史以及群聚史、TOCC 等等的状况。如果有相关发烧、呼吸道症状，或者是符合在疫病的一个特征，就必须由我们的减伤的护理师、医师完成个人的防护装备，那再来做后续的检查以及治疗。那各院都可以有相关的一个减伤感染病人处理的一个分流的一个安排。在疾病管制署2月14号也有公布医疗人员因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感染管制的措施的指引。那在这一份指引是非常的详细，包括门急诊病人的分流看诊、个案的处置通报、医疗人员接触者、工作人员访客，以及相关仪器、环境、医疗废弃物等等的一个照护，在这一份指引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解说，可以供参考。在环境跟工程的一个管理策略，有关于环境清消的这个部分，目前对于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不管是酒精或者是传统的消毒液，都是非常有效的。那在执行清洁消毒的工作，必须要用清水或者是清洁液先移除脏污以及有机物质，再执行有效的消毒清洁。如果是一个表面血体液的喷溅量少的，可以使用500 ppm 的漂白水；如果是量比较大的10 cc 以上，也是依照常规可以使用5000 ppm 的一个漂白水，作为一个清洁、擦拭以及做消毒的这个模式。标准的隔离防护措施还是最重要，在任何的时间照顾任何的病人，都还是要注意到标准隔离防护仍然是目前最基本的一个措施。里面的内容包括手部卫生、个人的防护装备，如手套、隔离衣，以及面部的一个保护，如口罩、护目镜、护目板。另外，也要预防一些可能造成的尖锐物的伤害，还有环境的一个清洁控管，病人的一个安置，那以及在医疗人员必须要有一些呼吸道、咳嗽等等礼节的一个注意。这里列出来在疾病管制署个人防护装备的一个建议，必备的个人防护的装备包括 N95 口罩、外科口罩、护目的装备如护目镜或者是护目板、法帽、双层的抛弃式的手套、使用手术的手套，以及抛弃式的防水隔离衣。相关的个人防护装备如图示。这是目前对于医疗人员或者是在院际间转送病人就医那建议的一个个人防护装备。如果是在一般的公共场所，目前是使用第1等级的医用口罩，包括入口的服务员挂号批价或者是传送。而如果是在门诊或者是急诊的一个检伤，必须会有询问到相关主诉跟 TOCC， 建议在呼吸防护是使用第2等级的外科口罩。如果是对于确诊的病人，包括在分流看诊区或者是在收治的一个病室，包括负压隔离病室里面，一律在呼吸防护是佩戴 N95 等级或者是以上的一个口罩。不管在执行一般性的一个医疗照护，或者是要处理病人的血体液，在呼吸的防护
对于这类在负压隔离病室的一个病人，必须要有好的呼吸的一个防护。在院际间协助做转诊或者是病人就医，那在司机、救护人员跟车辆清消人员也都必须佩戴 N95 口罩。有跟病人接触、执行医疗行为，或者是有协助病人转诊就医，也都要戴上手套。有关于在隔离衣的这个部分，如果有病人的血体液的风险，或者是要采集呼吸道检体，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飞沫的医疗处置，那必须要穿上防水的隔离衣。那包括在救护人员跟车辆的清消人员，也在隔离衣的部分建议要穿上防水隔离衣。所有可能病人的接触，包括血体液接触或者是诊治，必须要有护目镜或者是护目板。那有关于法帽的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的负压隔离病室，针对于病人要做检查、治疗，还有环境清洁的时候，都必须要戴上法帽。这是有关于我们在个人防护装备的穿脱的一个顺序。那在穿着的部分，包括先执行手部卫生，再戴上口罩，穿上隔离衣，进行干洗手，以及佩戴护目镜、佩戴法帽以及手套。那在脱除的这个部分非常重要，那记得就是从最脏的地方脱除到最干净的地方。所以因此在脱除的一个顺序，先要脱除手套，脱除手套之后立刻进行手部卫生，之后再脱除法帽、护目镜、隔离衣。那在脱除隔离衣之后，也要再进行手部卫生，最后再脱掉口罩。那在完成所有 PPE 的一个脱除之后，要再进行手部卫生。这是在进出高风险传染性疾病个人防护穿备的一个穿脱流程。如果可以，在穿脱最好能够分流2个不同的一个区域。如果你是只有单一前室要进行穿脱，务必要确实做好减少可能的污染的一个方式。那包括在进去的时候，手部卫生。之后执行 N95 口罩的一个密合度的一个检点，穿上防水隔离衣，戴上法帽，戴护目板，以及戴上第1层跟第2层的手套。这时候重点是手套必须要完全能够包住隔离衣的袖口。如果有另外一位可以来协助检视防护装备是否齐全，再进入比较好。这叫做所谓的 Body System。确认前室门关妥之后，那再开门进入病室。在出来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单一病室，那也是先在病室里面脱掉双手的外层手套，以右手来打开病室的门把，侧身出病室，之后左手拉上门把关上，再脱除内层的手套。在脱除手套之后，务必要执行手部卫生，之后再脱除护面板、法帽、隔离衣等等。那在执行这些个人防护的脱除之后，再执行手部卫生，再把前室的门关妥。这是我们在 N95 口罩的密合度的检点。那在佩戴完成之后，可以做相关的密合度的检查，包括吐气的部分，可以测试口罩旁边没有漏气。在吸气的部分，你可以测试口罩会有轻微凹陷的一个状况。那在脱除 N95 口罩，必须有一些注意的一个点。那包括在脱除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扶着 N95 口罩，先脱下绑带，再脱上绑带，这样可以避免在可能下巴的一个污染跟接触。那当然，在脱除口罩之后，必须要执行手部卫生。那在脱下口罩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如同戴口罩一样，在脱下口罩也必须要注意避免去染污的一个口罩，那透过手的触摸而散播。最好在脱下口罩就能够立刻执行手部的卫生的一个清洁。
那如果是在抛弃有可能被病菌污染的这个口罩的时候，建议可以将污染的一面往内折，再丢入我们的感染性的废气筒。那在 N95 口罩，如果是要重复使用，连续佩戴以不超过4小时为原则，间歇的使用以当天使用为原则。那在一些情况之下不重复使用，包括口罩如果有变形破损，或者是我们有针对急性发烧呼吸道病人有产生飞沫感染的一个治疗措施，或者是已知喷溅的一个污染，那或者是口罩已经功能不全，这些状况都是在 N95 口罩不要重复使用的一个状况。如果必须要使用 N95 口罩，那在每次更新的时候，可以存放在干净的纸袋，并且标示日期以及姓名。那接触口罩的前后必须要执行手部卫生。在穿脱隔离衣，要选择合适的一个尺寸跟样式。那开口在背后，那记得要系紧颈部以及腰部的一个绑带。那在脱除隔离衣，那我们可以用手来持肩颈部相对于比较干净的地方脱下。那要将污染面包裹在内面。那手部在脱除的时候，尽量伸直，不要靠近身体。那在脱除隔离衣丢入污衣桶之后，那立刻要进行手部卫生。在手套的这个部分，只要有血体液黏膜可能相关的一个接触，或者是有不完整的皮肤跟潜在性的感染源，都必须戴上手套。那使用的时机在有可能曝触感染的风险，像是有高危险的一个病原、抗药性的病菌，或者是医疗人员手部有伤口，或者是在执行无菌的一个技术，就必须要戴上手套。那戴手套也是要选择正确的尺寸跟样式。那在其他的 PPE 穿透后戴上手套，要记得包覆隔离衣的袖口。那在脱除手套的时候，也要立刻进行手部卫生，特别是在脱除内手套的部分，以干净已经脱除的一只手来脱除另外一只手的一个手套，以避免污染。那在个人防护装备的一个脱除的一个注意事项，特别是在这一次有高传染性的一个肺炎，那在进入隔离病室或区域之前，穿戴好个人的防护设备，可以透过镜子或者是有另外的观察者来观察个人防护装备的脱除的一个情况。那也避免在同一个地点来穿着以及脱除个人的防护装备，这样可以来避免清洁区以及污染区的一个交叉或者是重复。那在使用 N95 口罩，必须要选取适合个人佩戴的一个口罩样式。那在每次使用 N95 口罩要进行密合度的一个测试，以达到口罩保护的一个效果。那在进入污染区照护病人有必须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包括不要用戴手套的手来碰触脸部或者是身上其他的穿戴的防护设备。那一旦有注意到手套的一个破损，就要立刻脱除，而且在更换手套的前必须要有执行手部卫生，也避免不必要的物品以及环境的接触。那在急性呼吸窘迫道症候的一个病人的一个处理，那必须要在插管前有经过训练而且经验丰富的人员来执行插管，那必须要遵守相关的感染管制防护措施，而且务必要在穿戴完整的个人防护措施之后才能够执行，也避免造成飞沫等等的一个散播。那在进行气管内插管的时候，可以使用适当的药物，包括肌肉松弛剂或者是麻醉药物来进行快速引导式的一个插管。如果病人仍然有自主呼吸，这时候是不建议用输行球来挤压换气，可以考虑
用高流速的氧气设备进行5分钟前的插管前给氧。那另外在插管时，也可以借助影像指引的一个喉镜，那插管也可以有效，而且跟病人有一段适当的一个距离，避免插管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状况。最后在病人完成插管，接上呼吸器，要记得使用密闭回路的一个抽痰管。医疗行为跟病毒散播风险的一个感控，在可能引发飞沫微粒产生的医疗处置，容易增加病菌散播的一个风险。因此，在医疗人员如果必须执行像是气管的插管、拔管、抽痰、支气管镜的检查，或者是诱发痰液的处置，或者是有其他可能引起飞沫微粒等等的一个医疗处置，必须要佩戴高效能的过滤式口罩 N95 或者是相当等级以上的一个口罩，而且要有适当的护目装备、法帽以及抛弃式防水隔离衣跟双层的抛弃式手套。那这时候在负压隔离病室或者是换气良好的单人病室下执行，而且要减少不必要的人员留在病室中，减少受暴露的人数。那在重症病人的照护，所有的呼吸器必须要有高效能的过滤装置，尽量使用抛弃式的呼吸器管路的一个装置，除非绝对必要，不应该来破坏呼吸器管路的一个完整性，也避免使用非侵入性的一个正压呼吸装置，来减少可能传播的一个风险。最后，在我们面临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一个疫情，预期在风险跟需求都有增加的趋势，包括国际旅游，还有返台的人潮，那还有流感的高峰等等。那在病原区目前的采检还是要靠 RT-PCR 诊断的工具仍然受限，另外也要注意到我们医疗的动能，减少可能急诊的拥塞以及病房的一个占床率发生的一个压力。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参考在疾病管制署的一个网站，提供给各位做参考。最后要强调的就是，目前虽然社区的疫情不是很明朗，在医院里面，那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相关的感染管制。医院的感染管制有赖于所有医疗人员的努力。那做好医院感染管制，可以确保病人的安全，确保员工的安全，提升医疗的品质。那当然也有社会的责任来减少可能传染病的一个散播。以上的报告，谢谢各位。